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。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个是什么啊？本田的 CB1300 SB 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。哇，这个声音，嚯！啊，这个2021年的版本啊，可以这边有模式的调整，现在是普通模式，运动模式、雨天模式啊，那就先普通模式开始呗。哦，这个避震，这个避震真的舒服呀！这个刚才一个小的台阶这样下来，一点都不感觉它震。哇，这个车的感觉就是整个就是低速扭力，这个低速扭力吧太可怕了，真是。而且这个引擎这个丝滑程度真的是，这真的是摩托车吗？我骑到现在为止，这个摩托车里面好像给我印象并不是这样的。这个丝滑的真的是太给力了，不愧是 CB1300啊！这个引擎给我的这个感觉就真的是只能用可怕来形容了吧？这太夸张了，这个引擎。哦，这个感觉哇啊，这个骑起来是舒服呀，这个。啊，不过这两个镜子为什么这么抖？这两个镜子为什么这么抖？抖的看后面看的很模糊啊！哇，不对，这个速度不对啊！这个车这个感觉和这个车的速度，这引擎给人的感觉和这个车实际的速度不一样啊！一个不注意就已经很快了，这不能乱来啊！我坐在上面，这个根本感觉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，就感觉它还是很慢的。我就一直想要拉油门，我眼睛一飘，哇，这一下子速度就已经上去了。哦，这个转弯性能给力啊！这个是转弯性能太给力了吧！哇，我这个大新手这样的转弯真的是太给力了，这个。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害怕的感觉的，这个倒下去感觉就是非常的有贴地感，太给力了这车！哇，像这种巡航，太舒服了吧！这坐在上面，这个感觉，哇，不愧是 CB1300啊！这现在越来越兴奋了。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兴奋，现在骑了一下，我才越来越兴奋了，太给力了这个。哦，我们先试试这个小路上面是怎么样的啊？这种小路上面歪歪扭扭的，然后待会儿再看看到了直线上面的这个感觉。现在这个转弯的性能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！而且，现在感觉这个脚踏是有一点点后置的感觉。这个脚踏并不是像一些像隼啊、像这种巡航车一样在正下方的，这个脚踏是稍微有一点点后置的。感觉这个骑起来，哇，这个车倒到这边，然后再倒到这边，太给力了！这个倾斜起来真的是非常听话呀，这个车。太给力了，太给力了！这车这 CB1300非常的给力，像这种路上面都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脱档感，非常给力。这个车的转弯为什么可以这么的轻巧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它确实啊，这个说的就是转弯的性能和直线高速的性能啊，确实这个转弯的性能确实给力。我真的可以说确实给力，太牛逼了！
就果然是 CB1300啊，然后这个坐垫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，这个坐垫真的是贴合感也很强，然后柔软程度也是恰到好处，真的是很给力啊！啊，整体的坐姿啊什么的，现在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的。然后像这种小路上面这样倾斜，也是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状态。这个车啊，因为现在还没有拉高速，现在不知道它的震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。但是按照现在这个3000左右的震动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反光镜啊，后视镜还是有点震的，有点模糊，而且。整体来说，这个车的话，感觉现在怎么说呢？离合也是非常的线性，然后油门现在真的是，开多少，然后它正好是就这么有多少力气出来的，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而且这个油门非常的轻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啊！我现在拉油门拉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啊！然后离合器1300cc 的这个离合器，这个轻。真的是轻的，大概只有700、600左右 cc 的排量的这个车的这个离合器的重量，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。然后这个起步的顺滑，这个低速下面的这个扭力，这个 CB1300真的是做的非常非常的给力。暂时在高速的时候我还没有试过，而且这边可能今天也不会去高速，所以高速的上面的性能可能不太知道。但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骑的这个感觉真的是，现在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神的一台车了，已经是踏入神之领域的这种感觉了。我骑了这么多的车里面的话，这个 CB1300的这个品质来讲的话，不论从它的发动机品质来讲，还是从它的离合、刹车各种感觉来讲，啊，然后再加上甚至它这个现在这个坐姿都是无可挑剔的，太可怕了！这辆车，我只能用可怕来形容它，知道吗？这个车真的是哇！某种意义上来说啊，这个已经是属于怪物级别的车了吧？像 CB1300这样的神车啊，我真的是，我现在就已经称为它神车了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我骑了这么多车里面，这个 CB1300绝对是属于顶级的了。啊，像比如说隼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油门拉起来比较重，然后 CB1300的话，现在这个油门是非常轻量的，这个就非常的好。然后另外的话，这个离合器这个轻量肯定也要比隼稍微再轻一点。现在感觉起来的话，真的是，CB1300有点给力，除了这个风挡好像挡不了多少风，我现在身上面的风还是挺给力的，因为大家可能也能听到这个风的声音。这个挡风能力稍微不太好一点，但是有吧，肯定是有的。身上面可能现在这个速度下面，身上面的这个风。还是稍微能够感受得到的。那么如果在高速上的话，这个风可能就更大一点，这样吹在身上也会比较累一点。虽然说它这个是说起来它是跑高速用的嘛，但是它现在这个风挡的能力的话，我估计在高速上面还是会挺累的。不过有些人比如说，本来就是开的没有风挡的，像这种复古车啊什么的，在高速上面你已经习惯了的话，那么这个车它有这个半整流罩的话，总比没有强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在开高速的时候问题也不是很大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虽然说这个我觉得啊，它这个风有点大，但是有一些人就比如说我开个摩托车就是要想感受风的这个感觉嘛，对吧？那肯定这样的人也是有的，所以问题的话不是很大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了。现在这个感觉的话，那么喜欢感受风的话，那么这台车的话确实是非常不错。如果你比如说纯的想要去远途的旅行的话，那么隼可能这个风挡的能力更加出色一点，这个感觉呀。CB1300这个车，然后在这种路上面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呀。大家真的可以把这个车考虑进去，我觉得这个车是完全可以代替像什么隼啊，然后 H2SX 啊之类的这些车。
这个 CB1300的话，完完全全没有问题。我觉得代替他们这样的车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。所以，大家在考虑买车的时候可以选一下啊这个车。然后，因为现在这个车吧，又有电子油门，又有模式选择，然后再加上了牵引力控制，对吧？这些东西，然后甚至它还有快排。快排的话，我不知道是加装的还是 SP 带的。现在我这辆车上面是没有，但是它是确实是应该有的。哇哦 ，H2， 它这个车上面是确实应该是有快排的，所以现在我们碰到一个弯，哇哦，这个感觉，哇哦，这个感觉太爽了，这个 CB1300太给力了呀！转弯也能转，直线也能跑，这个完美啊，简直就是，还能找得出更完美一点的车吗？哇哦，这个感觉，给力，CB1300太给力了。OK， 那么我们最后去跑一跑直线，就准备结束今天的视频。OK， 来一把速度。这个爆发力太给力了，太夸张了。这个操控不好的话，就容易出问题啊。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瞬间爆发力太给力。非常的不错。这个 CB1300真的是要爆发力有爆发力，真的是太给力，非常的厉害。OK，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圈下来就差不多已经快要到了，我也得回去了，然后找个加油站加个油就回去了。CB1300的话，那么现在试下来这个感觉的话，就是完完全全没有缺点，真的是没有缺点。比如说你真的缺点的话，一个是镜子稍微有点抖，镜子有点抖的话，那么这个镜子的话。确实，比如说可以换一个，或者怎么样，弄一个牢一点的，或者不要那么多有调节的，可能稍微会好一点。然后另外的话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引擎发热量，但是引擎发热量的话，毕竟你选了一个1300cc 的车嘛，那你引擎发热量，你说我不能接受它这个发热量，我感觉这个好像也不太对。你既然选了这么大一个引擎，那么它的发热量必须是这么大的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所以你只能说你比如说不喜欢这个引擎的话，引擎发热量，那么估计你也就只能买别的车了。所以说这个吧，完全没有缺点的车，我倒还是第一次骑。现在这个骑下来了之后，就感觉给我其他的车好像都不香了，就只有 CB1300比较香了。声浪也给力，对吧？这个码表也是像这种指针式的，对吧？就是可圈可点的，全是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吧，对吧？那么 CB1300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